江湖的棋盘上，最贵的不是武功，而是信任。当苏昌河对苏沐雨说出“你们当天启程的皇，我们当江湖之上的皇”时，这对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终于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为了让暗河能够行走在阳光下，苏沐雨和苏昌河进入天启城，想和琅琊王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。琅琊王同意和暗河合作，苏昌河却背着苏沐雨，私下又和大皇子达成了合作。苏昌河为啥要这样做呢？可不是苏昌河背叛了苏沐雨，而是这点。虽说苏沐雨和苏昌河创建了一个新的暗河，但是暗河想变成普通的江湖门派，还困难重重。暗河需要寻求一个靠山，才能更快地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苏沐雨主张找琅琊王萧若风合作，借他的威望为暗河争取江湖的认可。因为琅琊王口碑好，是个正人君子，跟他是合作，而非附庸。因为他不想让暗河再成为他人手中的刀，想让暗河独立生存。而苏昌河认为暗河应该成为江湖第一势力，主张用武力扫除障碍。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带领暗河上岸，更希望能够成为江湖当中的皇，所以他才会急切地想要突破研魔掌第9层，这样自己才能有选择权。苏昌河只求让暗河上岸这个结果，并不在乎过程，他觉得和琅琊王合作只是可选项之一，所以才会和萧勇也达成合作，让暗河有更多选择权。苏昌河和琅琊王见面的时候，两人对了一掌，回来后经神医白鹤怀发现他中了寒毒。根据研魔掌的特性，白鹤怀推断琅琊王已经中了寒毒，而且这毒只有一线之机可解。琅琊王这身体状况恐怕时日无多，再加上他的处境也不是很好，在朝堂上被皇上忌惮，众皇子也想除掉他这个皇叔，所以苏昌河认为琅琊王并不是一个好的合作对象，觉得他自身都难保，不一定能兑现承诺，长久的庇护暗河，帮暗河走向光明。大皇子萧勇手握实权，有意联合暗河。苏昌河背着苏沐雨私下大皇子，是想为暗河留一条退路，即使日后和琅琊王的合作失败，暗河也能通过大皇子的关系，避免被孤立或打压。苏昌河信奉利益至上，认为暗河需要主动搅局，才能渔翁得利，所以他才会向大皇子透露，琅琊王已经身中寒毒，时日无多。他与大皇子的合作也可能只是他设的一个局，就像当初覆灭影宗之时，他也是假意刺杀琅琊王，结果最后直接烧了万卷楼，让暗河没了后顾之忧。现在暗河想行走在阳光之下，最大的阻力也来自皇权，他一面与琅琊王合作，另一面又与大皇子合作，这只是他博弈的一种手段，想主动利用皇权的斗争来达到自己让暗河上岸的目的。苏昌河背着苏沐雨和大皇子合作，并不代表他就背叛了苏沐雨，这只是他为了暗河上岸的算计罢了。这场看似背叛的戏码背后，竟然藏着长达12年的生死谎言。白鹤怀的死亡真相揭开时，苏沐雨才发现自己不仅被兄弟欺骗，还被最敬重的师父算计。而一心想要掌控命运的苏昌河，最终也沦为了北离皇室的一枚棋子。苏昌河选择与大皇子合作，并非一时冲动。在苏沐雨积极寻求与琅琊王合作的同时，苏昌河已经暗中约见了大皇子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在行动前，苏昌河曾与苏沐雨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。他问苏沐雨，平凡的过一生有意思吗？没有江湖的恩怨杀伐，没有朝堂的算计风云，平平凡凡柴米油盐的掰扯着几个童子。这番话直指苏沐雨内心最向往的普通人生活，但也暗示了苏昌河截然不同的追求。苏昌河甚至直接质疑琅琊王的可靠性。琅琊王可靠吗？他要是可靠，何必将自己变成如今这境地？皇帝防着，皇子忌惮着，他这畏手畏脚的样子。苏昌河的野心从很早就已经显露。当老大家长病重，三大家族为争夺控制权明争暗斗时，表面上看，苏昌河并没有积极参与这场权力斗争，暗地里他却巧妙地挑唆谢家和穆家联手对抗苏家，导致苏家家主苏敬辉遭受惨败。在与苏敬辉的大战中，苏昌河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对手。当他的杀招一出，连穆慈陵都大吃一惊，因为苏昌河使用的正是研魔掌。穆慈陵看到苏昌河出招后说道：“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，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研魔掌了。”研魔掌是暗河历代大家长才能修炼的武功，威力巨大却极其邪异。这门功夫是把双刃剑，练了会被反噬，
得定期吸别人的真气压制，吸来的真气还时不存一，稍不注意就走火入魔。成为大家长后，苏昌河很快发现暗河实质上是朝廷和影宗的傀儡组织。从北离开国之初，暗河就是皇帝萧绎命令影宗建立的脏活工具。不同于可能接受这种从属关系的其他人，苏昌河的野心无法容忍被控制。他率领暗河攻入天启城，杀死了影宗宗主义卜，并焚烧了暗河所有的刺杀卷宗以及与影宗的联系证据。这把火表面上是为了切断后路，实际上是为了使暗河完全成为他的私产。苏昌河喊的带暗河去彼岸，并不是暗河的彼岸，而是他自己的权力巅峰。为了压制阎魔掌的反噬并提升实力，苏昌河将主意打到了暗河弟子身上，把他们练成药人，专门用来吸真气。当苏沐雨发现苏昌河不仅骗自己练了阎魔掌，还把弟子练成药人时，两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。让苏沐雨无法接受的是，苏昌河为了野心投靠赤王，卷进皇位争夺。在暗河传时期，暗河就卷入了大皇子萧勇的叛乱，与琅琊王萧若风进行了合作，但暗河终究是棋子。可苏昌河万万没想到，背叛苏沐雨的他也是北离皇室的弃子。眼见自己计划即将得逞的萧勇过河拆桥，他下令要把天启城所有暗河的人一个不留，直接造成暗河伤亡惨重。苏昌河为了彻底磨灭苏沐雨的人性，甚至给白鹤怀下毒，并逼迫苏沐雨亲手杀死好友苏星辰。这一行为彻底越过了苏沐雨的底线。与此同时，苏沐雨也遭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。白鹤怀因为发现副统领之子身中药人之毒，被大皇子的舅舅典业视为威胁，派出男爵刀鬼许流云进行刺杀。尽管有苏沐雨的保护，白鹤怀还是遭到了毒手。苏沐雨愤怒地质问许流云，为何非要杀他？他明明是与这些是非最无关的人。然而这句话却引出了关于白鹤怀是否真的无辜的争议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白鹤怀并非与这些是非完全无关。药人之术源自药王谷，而作为药王谷新百草的小师叔，白鹤怀享受着这一身份带来的光环，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。苏沐雨在保护白鹤怀的过程中身受重伤，为阻止大皇子继续追杀，他不得不宣称白鹤怀已死，并大闹将军府以证实这一消息。这场生死较量让苏沐雨差点走火入魔，幸好师父苏云秀及时出现将他救出，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苏沐雨最终发现自己努力摆脱他人手中的剑的命运，却依然陷入了琅琊王设计的棋局中。理想与爱情的双重破灭，让苏沐雨在与卓清的决战中一夜白头。这不是传说中的浪漫，而是宫体反噬的代价。每一次入魔都在消耗他的寿命。最令人心碎的转折是白鹤怀的死亡真相，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死去，而是身中液压奇毒后，被苏沐雨的师父苏云秀所救。然而苏云秀修炼功法需要医道高手护法，便以白鹤怀的性命威胁其父苏哲，对外宣称女儿已死。这一谎言竟然得以成立，部分原因是白鹤怀曾对苏沐雨说过，若我变成药人，你务必杀我。这句话成了苏哲谎言的最佳佐证。此后12年，苏沐雨的衣服上永远绣着白鹤纹样，连执行任务时都带着求死之心。他每年对着衣冠冢烧纸祭奠，却不知爱人早已假死隐居。苏昌河与苏沐雨的决裂在暗河与黄泉的纠缠中达到顶点。苏昌河投靠七皇子萧雨，将暗河弟子练成药人，甚至对苏沐雨下蛊控制。他临死前曾问，我让暗河变强错了吗？而苏沐雨的回答则成了暗河的新准则，暗河可以黑暗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最终苏沐雨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亲手杀死曾经的兄弟苏昌河。这场决斗成为了剧情的高潮，情感的对立与力量的碰撞达到顶点。但没有人知道，直到最后一刻，苏沐雨都没有真的杀死苏昌河，外人都以为苏昌河已经死了，只有苏沐雨知道他做了什么。暗河最终并未走向毁灭，而是出人意料的转型为百草堂。曾经的杀手们拿起药铲，用暗河积累的财富开设医馆，收留那些从药人实验中被救回的孩子。苏沐雨说，把刀翻过来就是要铲，这句话暗示了暗河最真实的结局。